我们使用铁路运输的原因主要有2个，第一个就是考量我们在长距离机动的时候，铁路运输相对的成本比较低。第二个就是铁路运输的部分，铁路运输会在专用的区域做行驶，有平交道以及栅栏做管制，所以就不用像公路运输要考虑驾驶的精神以及道路的状况，或是在我们机动的时间有没有比较大的车流量，自然的相对风险比较低。我们在执行铁路运输作业的时候，大致上会分成5组，第一个是指挥组，第2个是驾驶组，第3个是警戒组，第4个是桥板组，第5个是装载组。那指挥组的部分主要就是引导我们的车辆要完成上平车的作业，这个要随时注意到驾驶的开车的状况，保持我们车辆的平稳，以及要注意整个作业场周遭人员的安全。驾驶组的部分就是要配合指挥组的人员手势以及信号，平平稳稳的把车子开上平车，并且摆放到定位。警戒组的部分就是在我们作业场地的出入口及铁轨周遭实施警戒，随时要提醒我们作业人员的安全。桥板组的人员会在作业之前先将桥板以及三角枕木放到作业区域，再来就是在我们车辆通过平车跟平车中间时，要配合车辆的轮胎距离去调整我们桥板的位置，让车辆顺利的通过。装载组的人员在作业之前会先做3个工作，第一个是检查我们捆绑器具有没有断裂或是短少，第2个是检查平车上有没有凸起物会造成车辆行进上的危险，第3个会检查我们车辆外观有没有容易掉落的物品要做细固或是卸除，最后在车辆停妥后，利用我们的新式细固器材对车辆做固定以及捆绑。旧式的麻绳，然后需要捆绑完之后，再用绞棒再把它嘎紧。这个每个人施用的力道可能不一样有些会过大，造成车辆轮胎的变形。那细固带的部分，我们想用新式细固带套上轮胎，然后快解锁拉紧，这个时间跟力道上的控制比以往会更好。火炮、牵引炮也是可以上铁运，只是说它必须要由中站把它牵引上去，然后再把火炮放下来，再捆绑。到的时候一样是需要再由中站过来把它牵引下来。因应国军实战化训练为主轴，所以开始推广部队以自力机动的方式为主。这些的好处就是在我们驾驶能熟悉装备的操作之外，也可以实际到道路上去行驶，确定我们作战区内的道路哪些适合我们的装备运行，或是在道路上遇到什么突发状况，我们可以预先设想或是应对，这就是我们推广的意义。